暖暖的午后，看着猫咪在睡觉，其实也是一种别有风情的滋味。那这个呢是在另外一间兰园，一样是在田尾。那来的时候就看到2只小猫咪在睡觉，所以我们以它来开头，来进到这间兰园。这间兰园主要是做蝴蝶兰的，卖蝴蝶兰的，我之前有介绍过一次。不过里头可以找到原生兰，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是台湾的原生兰，比较少见一些。我们称为台湾昙花兰，昙花兰，我记得是这个名字没有错。那这个是台湾的原生种的品种之一。你看牌子写台湾昙花兰，这是一种地生兰，地生兰长在地上的，喜欢长在竹林中，常常会在竹林的底层下面看到它，算是一种中海拔到低海拔的一种物种。那另一种跟它很像，就是台湾钟馗兰，这一类型的东西跟它长得很像。那现在是这一类型的兰花的开花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开花季。有没有看到右边这一颗叶子也跟左边这颗很像，对不对？这一颗也是台湾的原生种，叫台湾白鹤兰。那你可以看它叶子其实还蛮像的，因为它也是地生兰的其中一种品种。你只要看到地生兰，其实它叶子都有点类似这种大大宽宽的品种的感觉。右边这颗台湾豹纹兰，我最喜欢的兰种之一。开起来的花很香，很会开，而且重点是它很强壮，喜欢强光。放在落光的话，它会越来越小颗，所以我又把我的豹纹兰往外移了，因为它落光待太久了就会长很小。好，那这个是台湾的原生种，其实这一间是主要是在卖交配种的品种或者是一般的兰花。但是它的原生种呢都会躲在奇奇怪怪的地方。像它这个就是躲在上面是兰架的底层。所以如果你喜欢原生种的话，记得要来这边找一找，因为它都躲在不起眼的地方，或者是放在旁边。因为毕竟它不是以这个为主，这偶尔会出现。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是灯笼石斛。这个是放在门口了。那灯笼石斛呢，它是一种原生种的石斛兰，那它开花呢会成为一个灯笼状。之前我们在兰展的时候就有看到那个开花的样子，非常的漂亮，对不对？那这种兰花呢，它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它的开花的时间太短了，它会从节间上面开一个小小的花。那大概花期大概1个礼拜多左右的时间，这是它的缺点。可是它非常的好看，而且如果开的大的话，可以开到非常大串的花。那问题点就是花期短，这个可能是它的缺点之一。那照顾的方式呢，喜欢强光，所以照顾方式就跟一般石斛兰一样，需要全干全湿的环境，中强光的环境，它才会长得好。每年到这时候，大概4到5月的时候就会开花，所以这时候是它的花季。好，我们来看看，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来看其他的东西。好，这个非常有名的品种指示布，它是一种很知名的一种兰花。外表看起来就是紫色的，很漂亮。很会分叉，也是一种非常知名非常有名的蝴蝶兰的品种之一。那虽然呢有一阵子它一阵子会出现很多，一阵子会出现很多。所以如果你要来看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在不同季节的时候看到它算是一个常开型的物种，就是很容易开花季很长，然后也很热门，所以我们称为，而且它带有那个紫紫的颜色，所以我们就称为它叫指示布。指示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兰花。我觉得它有朵莉兰的血统，因为看到花型就有朵莉兰的感觉。那但是它就是一种很好开很耐开的一种兰花。那基本上呢如果你盆植或者是板植都很好种，它就是一个初学者很适合的兰花的品种之一。所以如果你想要找这种紫色的颜色的兰花呢，你可以来找找看指示布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开起来都是小花。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地方。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比较有趣。这个是大花型的，这我只拍这个应该是 V3 的一种大花型的品种。那常常会看到人家在婚礼现场之类的会看到这个兰花。好，我们来看其他东西咯。好，这个是日本国旗。那这一批的日本国旗比较有趣，它的颜色会带有一些绿色，跟我们一般看日本国旗不太一样。我比较有兴趣是这一颗啦。这一颗看起来像是很像是加德利兰，对不对？然后扭扭捏捏的加德利兰。
那我去看一下它的牌子，我们看一下它的牌子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非常有趣的东西。跟你可能想象这是什么胶什么吗？这个是一颗胶配个体哈。那它的花型看起来像是卡托利亚，但是又打不开哈。我们看一下上面写什么哈？写香蕉，写香蕉哈。这一颗看起来是香蕉去浇卡多利亚艺属的杂交看起来如果是写的没有错的话，它应该是艺属的杂交。那它花瓣就会粘在一起，打不太开因为香蕉的花瓣是有点扭扭曲曲的感觉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个体。我只要看到艺属杂交都很好玩，就是它完全是不同种的系列去做交配所以说成功的机会不高，然后看到的机会也不高好，那这一样是日本国旗，那日本国旗这个是绿色的，我们大部分看到日本国旗都会比较偏红色的颜色所以树兰这一类的也真的是千变万化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个体出现下面还有一个个体，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全绿色的所以你看那个个体真的是差蛮多的这个是全绿色的颜色就跟上面那个后面还有带一些红色又完全的不一样但是一样都是日本国旗，就是有人就是树兰这一类的品种啦你把它当成树兰，喜欢强光去种就对了一样，它中间就是带一点红心，所以称为日本国旗。好 ，OK， 最后我们来看另外一种的原生兰这个最近一定会慢慢进入到花季，你会看到它，而且很大颗，其实它是贝母兰的系列之一我们又叫慈菇什么毛慈菇毛慈菇那这个兰花呢，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新的花梗来，但是有看到叶子，对不对那毛慈菇这个品种出来的花是绿色的其实相对而言，我觉得它并不是这么的讨喜不过它的花很大，植株很大，很好种，这可能是它的重点之一。它非常的好种因为我把它丢在比较低光，它也活也长得很壮丢在高光它也活，也长得很壮所以它是一种很好种的品种之一。那其实它是贝母兰系列的兰花大型的贝母兰还记得贝母兰吗？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很多的贝母兰，那这个是其中一种大型的贝母兰那它开花也比较大那开出来是绿色的颜色那当然它相对而言真的比较不讨喜一点点啦因为它颜色的问题，然后跟它的颜色是比较深的颜色比较没有那么的亮丽，比较没有那么的感觉像兰花一样，普通兰花一样带有很特殊的亮丽的颜色好 OK， 那今天我们来这个园子看看一些，虽然我不是拍它主要还是卖，我说它主要还是卖一般的蝴蝶兰为主那我们来看看这边的原生种通常我来这边都是寻宝的就是会找在那个原生种是躲在很奇怪的地方另外地方，那我就会去找这个原生种，偶尔会买个几颗回去好，感谢你的收看，如果喜欢频道请记得订阅跟分享你看那个长新芽，长很多新芽这个贝母兰很大颗好，我们下次见喽，拜拜。